陈宇飞。虽然我们今天的比赛是城市精英赛，人气队伍当中的一次热身赛，但是不难看出，这简直就是由陈宇飞率领的5CM 战队提前夺冠的预演呐！本次夺冠的队伍当中将会选出 MVP， 这局打什么战术？由大神 Alex 所率领的。没有战术，唯一的要求啊，就是该名选手的年龄不能超过20岁。陈宇飞今年已经19岁了，能否冲击职业赛场，就看这一波了。5CM 战队，暂停一下。什么？第一路队的成员现在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选择了暂停，陈宇飞一个人就把他们给打崩了，这简直就是陈宇飞的一场个人秀啊！陈宇飞！哇，这边有一位女观众在向陈宇飞示爱。不是你倒是给我留点空间耍耍帅啊！行，我们看到最后一分给你。第一路的队员正在一一回到现场，他们好像换了一名替补选手，这是哪位选手这么勇？在这个时候选择回到赛场啊！这谁光头了还要上，有病！人挺帅的，不知道枪怎么打。老大加油！老大必胜！老大加油！我们看到旁边这个朋友非常的能有2把刷子，别掉以轻心。戴了一个猪八戒的头套，应该啊是给第一路队员来加油的。这样看来呢，他应该是一名第一路的粉丝。这个造型看起来很别致啊，干他！状态还是非常激动的。OK，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比赛呢已经继续了。哎，请问买枪按哪个？啊，不是吧，大哥？原来你没玩过呀？那你之前出场那么帅干嘛？漂亮！这颗手雷直接烧掉2个人头。只有4个人，那个替补没来。陈宇飞又爆头了，剩1个了，简直就是人揪出来收割机呀！看来啊，对方换替补也挽回不了局势。哦吼！沙鹰马上爆头，刘启仁都没有反应过来啊！我的天哪，又是一枪爆头，这也太准了吧！这枪没中，哎，看来啊，这个新来的替补操作有点秀啊。不过现在是一个1打3的局面，看来陈宇飞这边还是有很大优势的。哦，一个闪，他居然冲出来了！这水平，还想打职业啊？有种单挑啊！输了就罢。打 CTB 是吧？那就买这款天平轴键盘，加了平衡杆，按下去更灵敏。来，感受一下竞技鼠标的手感，这是人体工程学设计，让你的压枪更强、更稳定。如果你们的显卡输出只有30 FPS， 显示器刷新率只有60赫兹，那么恭喜你们，当你们看到敌人的时候，已经挂了。这台显示器，它的刷新率是144赫兹，显卡输出在144 FPS 以上。有了这个显示器，至少提高你们3%的爆头率。看看人家老陈这一套卖出去，这个月房租又不用交。哎呀，他就是瞎忽悠。哎，他刚才说什么？鼠标、键盘、显示器，再给你们配一个什么游戏都跑得起来的显卡。有了这套装备，你们就离职业选手更近了一步。老板，来一套。我这刚好剩一套新的，就卖你们了。小屁孩还职业选手。
这套装备，我离职业选手又近了一步。哎，你今天手感不错呀，新装备带你飞。好，别急别急。小心绕后，小心绕后。听脚步，听脚步。 放他来，放他来！老子抱他头，老子抱他头！啊！老子抱你的头！学会偷东西了？干嘛？我让你们，让你抱头！你别动！你还真要去打比赛啊？再这样下去，你就废了！废了。 你有资格说我废了。反正今年城市精英赛我一定要去，门儿都没有！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我也不是在跟你商量。你干什么去？你给我站住！回来！没事吧？那我走了。哎呦！ 放心，我不会让他走上歪路的。哎呦，我死了！哎呀，没事没事没事，接着打接着打。 喂，都挨骂了？现在过去。不是，那战况怎么样啊？还能？有火锅啊，老地方等你。 你换个地方吧，这有人了，兄弟。我，陈志平。哦，你是陈志平啊？啊，我还陈志平的爹呢，你给我滚犊子你！死胖子，真是我。你叫谁死胖子？是没挨过揍是吧？叫我死胖子死都很惨，你知道？我跟你说，我不玩这个。你屁股上的伤，上礼拜东方威尼斯浴场我验头。你不会真是陈？我等，我们俩当年在哪儿认识的？网吧，怎么认识的？你带你队友来挑战我，结果呢？你不怕丢脸啊？我当年的外号叫什么？哼，自称东隅第二局，队里都叫你大胖驹。这咋就变年轻了呢？这咋变的？过了回店就变成这样了，这事儿你就帮我啊，我得赶紧变回去。还变啥变呀？年轻不好啊，傻呀，还变回去？哎，多吃点。长身体呢。哎，期待已久的 CTB 城市精英联赛即将拉开帷幕。在本次入选的战队中，呼声最高的是由陈宇飞带领的5CM 战队。
这支年轻的队伍实力。哎，你看我这大侄子啊，不愧是你亲生的。你看他那眉宇之间啊，跟你当年是不是？这小王八蛋！我现在变成这样，我还怎么管他？消消气儿，那年轻人嘛，那咋当初要有人拦着你玩游戏的话，你能乐意啊？你别提这事儿啊！我发过无誓，不会再碰了。相信届时将奉上精彩绝伦的巅峰对决。获胜队伍将会获得 CTB 城市精英联赛最后参赛名额。哎，这怎么又弄出个资格赛呀？啊？哎，你说，咱比赛最后一个晋级名额会给谁呢？管他呢，反正我们已经晋级了，来一个打一个。哎呀，你说你呀，光带一个鼠标和键盘，你这离家出走也太不专业了。反正这次不比完，我肯定不回去。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谁也拦不住我。哎，你猜，咱这次比赛谁来当嘉宾？谁啊？你偶像埃里克斯啊！我去！我一定要在我偶像面前拿到冠军。让我爹看看我到底行不行。哎，你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是？哎，队长，这就是电竞之神给我的机会。队长，我想说你比赛路程这么淡咱俩是一起到啊，还是我自己到？我自己到。你自己到啊？宇飞，快！胖叔，啊哈，你怎么在这儿？对呀，我爸他不在。你爸走了，去找他相好的去了，得走一段时间，2礼拜。你爸说要让我有事没事上来看看你。哎，对了，那个，这是你爸给你的生活费，你爸挣钱挺不容易的，省着点花啊。他是该发展了，不然70、80岁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只有被小保姆骗的份。谁臭小子！其实你爸就是嘴硬心软。他居然说我不行，他懂个屁的电竞，他玩个俄罗斯方块都费劲吧？你是不了解你爸，你爸年轻。我不了解他，他就是中年危机提前，现在更年期无缝链接。谁啊？没谁。可是我，没谁，你王姐，你那个，你爸不是让我上来看看你吗？然后我发现你不在，然后我就和你王姐在屋里头做了会儿运动。做运动？打扰了，我就拿个东西。那我走。走。哎，你这，哎，胖叔，那个洗了吧，床单洗了啊。那个快走吧，快走。好的。走了。哎呦。有这么说自己老子的吗？我更年期，我不懂电竞。别生那么大气，亲生的嘛。来，咱们开始吧，从哪儿开始垫呢？别急，等老子毁了他的狗屁电竞梦。你这。是不是太狠了点儿？我大侄子也要面子啊！你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就是因为他要面子，而且这场比赛还是线上直播。我要是当着几10万人的面打败他的话，他还有脸参赛吗？你不是在嫂子面前发过誓吗？以后再也不碰游戏了。都是费了阿飞，他会理解的。哎呀，真是亲爹呀！我一定要戴这头套吗？阿飞认得你，你还是乔装一下比较好。那你至少给我来个帅一点的。我的天哪，又被陈宇飞给爆头了！
现在场上的比分10-0。什么？他们现在要暂停比赛了？第一路队的成员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选择了暂停。陈宇飞一个人就把他们给打崩了，这简直就是陈宇飞的一场个人秀啊！你当时站在狙击位干什么呀？我就是应该在狙击位的呀。打什么呀？你就应该把狙击位给我。太丢人！给你，听我说，你到时候要听指挥。你下，换我上。你说什么？不想被剃光头就换我上。你500块，输了，你们拿去吃宵夜。着啥急啊？还没输呢。老大加油！老大比上！老大加油！老大比上！老大加油！老大比上！干他！哎，买枪啊那个？啊，不是吧，大哥？原来你没玩过呀？那你之前出场那么帅干嘛？帅吗？左、右、前进、后退、蹲、跳，老一套。哎呀，我去，老大太帅了！哎，太棒了！帅了！这简直就是神操作呀！就这水平，还想打职业？有种单挑，输了叫爸爸。什么？他们要将比赛的方式改为单挑，这样可以吗？我们问一下今天的主办方沙县小吃，还有兰州拉面，请问2位老板可以吗？可以，站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神秘选手的狙击能力实在是非常的强啊！天哪，这才是真正的全能选手啊！打法虽然伤害不大，但侮辱性极强。怎么会这样？这真是太刺激了！哎，我说有你们事儿没有啊？喜欢你们，出血呀啊！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叫爸爸！叫爸爸！叫叫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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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告诉你了，就你这水平，就别去城市精英赛丢人了，啊！我爱你，你叫什么？我爱你。这实在是太戏剧了！我的天哪！
我告诉你，就你这水平，就别去城市精英赛丢人了啊！别丢人了！丢人了！这玩意儿多少钱？你长太胖了，不适合你。这话让你唠了10岁。老陈呢？哟，李哥，老陈啊，有事去外地几天，让我来看店。什么哥？交数。下个月的租金。到账爸爸好啊2000元。你干嘛？那个，给我来个这个，我正好家里现在缺个显示器。这3500啊。那我好3500啊。他都已经1天1夜没有动静了，被打成那样，肯定受刺激了。1天1夜不动啊？要不要找他爸？找他爸，那还不如报警呢。王凯，你不是问我谁会是城市精英赛最后一支队伍吗？啊，我确信一定是那个傻叉。那比赛还没开始呢。他会出现在城市精英赛的热身赛上，一定是一个信号。我们要把丢失的面子在比赛里挣回来。说的对。你看，这城市精英赛，阿飞还在呢。这小子为了游戏，真是脸都不要了。我想了1天1夜，终于想到打败他的方法了。你确定？我们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我竟然没想起来。是什么？我们有5个人，他才1个。哇哦！走，先解决他的事儿。去哪儿？那城市精英赛不是还有个名额呢吗？就咱们俩呀？别忘了，咱有5个人呢。哦。老大被电过了，认不出也正常。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那张令人不爽的脸，依然令人不爽。我也不瞎，当年的事儿我已经不想追究了，何必现在过来道歉呢？你可能对自己有什么误解，我不是来道歉的。哎，等等，我为什么要道歉？你到现在还不明白？我明白什么？是你战术稀烂，是你菜到极点。你战术稀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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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君子动口。你战术稀烂，尔打，老子我就独孤无泪。哎，好，行，完美无泪。我知道你们俩当年战术上不统一，那这么多年过去了，不至于吧？别说了，我。哎呀，行了，你俩跟老娘们似的。你这样，你俩1 v 1，如果你那战术胜了，他给你道歉；你败了，赶紧归队。真当我这网管是白当啊？我现在每天早上苦练神功，哥们儿这走位早已出神入化。就这样的，我一人能打10个。你快点吧，独孤二蛋！老子我就独孤无泪。如此精妙的招式，你是如何破解的？不动。啊？哎呀，这当年多亏没用他的战术啊，不然输的也老惨了。还得找别个收哈皮。哼！我会针对那货的打法开始特训，反正城市精英赛肯定还能遇见。要是碰到他们队，阿飞就交给我。这小兔崽子只认人头，身为队长毫无大局观。要不是他手底下那几个小子实力一般的话，谁会服他？就是，我就不服队长。闭嘴！队长，那我负责盯谁呢？你负责后勤保障吧。后勤。行了，看人齐了，来，数一数游戏啊。我们都会。都会啊，我们平时都一起打。你看，这不就齐活了吗？开始特训。哎，等，哎，不对，那我呢？当好吉祥物啊？为什么我就只能当好吉祥物了？我命令，文能道具铺满天，武能为你拉响肩，赢了为你去行宫，输了检讨我自己。看看，咱们当年的队服。哇！哎呀，哦，真是怀念啊。还是那味儿啊。哼！你们等我一下啊。又干嘛去？来，看看。我去，这还留着呢。那是，这也不占地儿嘛。每次我闭上眼睛的时候，都能想起跟大家一起出去比赛。追风少年呐。哎，咱们还叫追风少年吗？还少年呢，都中年了。哎，我看咱们这也算是王者归来啊。好，就叫王者归来。你确定他会来？一会儿就知道了。
为了获得最后一个进入城市精英赛的唯一资格，今天的战况真是异常惨烈呀！目前最有希望晋级的是之前以一己之力战胜本届城市精英赛最大黑马陈宇飞的王者归来队。那么10几年的佼佼根本达不到。那个目前两边的比分啊，已经完全的拉开了。看那些他们的比赛回放，那真是太厉害了！我去，这家伙的队伍都是些啥？队长，这不是重点呢。你看。 这一下，这怎么打的？这什么操作？不是套啊！太强了，确实比我们好。啊，不是，比你强不少啊！别怕，别怕，别怕，别怕！什么呀？我也没怕呀。真的是你啊，胖叔！那个，你看家整的。你们啊，这都是我朋友。怎么可能？上次见他的时候才满1岁。孙清明，他不是演那小私生子吗？小兔崽子！哎，你干嘛动手啊？当年不打你皮痒了是吧？你敢打我？打你怎么了？我是你爹，我应该打你。我是你爷爷！哎，道歉！你说谁了？打死你！来过来！别动！别动！别动！快点！快点！别动！快来！别拦我！哎，小兔崽子，没人管你！跟你没完！行，不能乱的。老板，你能耐了。这都2022年了，还真有人拿手绘的地图打电竞啊！你懂屁呀！就这，你要是在网上找到一个包含所有关键节点的地图，那就算我输。吃豆子啊！咱们是不是也练练团队战什么的？没事儿，不用。相信我，怎么稳赢？到时候可别丢链子啊！哼！哎呀，你放心吧，他为了保护你呀，他不会的。用不着。这都12点了，
咱们这年纪再熬夜就容易猝死了，喝点枸杞。这么多年没碰了，我得抓紧练练。这我也不知道你在那儿练的啥。你要是上场的话，我们都不用动了，你怕啥呀？行了，你抓紧睡吧啊。你就跟你年轻时候一样啊，你儿子就随你。欢迎来到城市精英赛的比赛现场。经过前几日线上赛的角逐，我们迎来了今天的线下赛。谁将是东隅的第一枪神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有请16支队伍入场。哎呀妈呀，这时代是不一样了啊！这真是可比咱们当年的待遇强多了呀！众所周知，本次城市精英大赛的冠军 MVP 将有资格加入 KO 战队，成为一名职业选手。哎，你看，同样都是第一，你跟人家差距可不是一点点儿。见个胆子再说一句。觉得吧，还是实萨实在，是吧？刚刚看到的就是本次参赛的所有队伍。还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本次大赛的组委会邀请到了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来，有请 Alex。Alex 也将亲自为 KO 战队选人。欢迎 Alex。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一定要进职业战队。本次大赛分4个小组，每一个小组决胜中只有1支队伍出现，4支出现队伍参加最后的双败淘汰赛，胜者组的冠军和败者组的优胜者将决出最后的总冠军。废话不多说，我们小组赛正式开始。我觉得5CM 今天太好了，应该会成为本次比赛最大的黑马。13作为队内突破手，走位犀利；刘启仁战术多变；王世龙呢作为队内的老六，经常去偷对方的后路；王凯呢也是作为本次队伍的第2个火力输出点。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的队长陈宇飞，应该会成为本次精英联赛最有实力的一把天地枪。他们的实力确实是非常强大，同时也是本次比赛的夺冠大人物。是的。黑神来了！王者归来的同样实力不如小旭，除了队长撒旦是个年轻人以外，其他的选手年龄都已经在35岁以上了。是的，这个年龄在电竞比赛当中应该属于老年队了。对，但是呢，他们搭上了本次城市精英赛的末班车。对于赛前饱受争议的他们，现在看来完全不输给年轻人啊！经过几轮对战，他们已经率先晋级，相信5CM 的表现也不会让人失望的。对。好，我们看到陈宇飞。开手就是一枪，漂亮！漂亮，好的，也能看出这名选手的个人风格非常的激进啊，整个队伍的这个打法也是非常的突出，特点。这700起大狙，果真名不虚传啊！是的。陈宇飞的机枪数已经冲到了全场第1，看来他对于本场的 MVP 已经胜券在握。Alex，你怎么看？我觉得他个人能力非常的突出啊，实力确实是接近职业的水准。4支出现的队伍将在明天进行为期4天的双败淘汰赛，让我们拭目以待。什么玩意儿？购买流程7、8，哟，可以啊。谢谢啊，钱给你。请你的，游戏里交过手，也算朋友了吧？哎，哪能让女同志请客呀？拿着啊。女同志啊。小哥今年贵庚啊？哎，对了，你们队都是一个学校的？那你们快摸底卡了吧？这陈宇飞整天瞎玩，他不爱学习，你们也跟着瞎闹啊？陈宇飞可是我们年级前5，我要有他那成绩，我把他开心到住医院。哎，那他有没有跟你们说过他爸呀？没有。
一次也没有。我以为你是借着陈宇飞的事来跟我搭讪呢，没想到你是真的对他感兴趣啊！我干嘛搭讪你啊？因为我对你感兴趣啊。你这小姑娘，怎么不知道害臊啊？我对你感兴趣，为什么要害臊啊？你注意了啊！你这个年纪，电视剧里都不让谈恋爱的，知道吗？那你想不想知道陈宇飞对谁感兴趣啊？谁呀？你猜？哎，你们俩谈恋爱了？你家干什么的？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我又没说是我。到底是不是啊？哎呀，出现了个全妹子队，哎呦，老呢了。哎，你说万一要是我没把持住放水了，会不会算咱作弊啊？你随意啊，反正你放水，别人铁定看不出来。谁说的？那万一咱们夺冠了，他没准还请我当教练呢。我没兴趣。也是，你呀，也就只对十萨感兴趣。很明显吗？那他对我感兴趣吗？跟你比啊，他好像更对你那个死对头感兴趣。哎，别，闹着玩呢。哎，你说正经的啊，你说咱们这次要是拿冠军了，你想干点啥？不知道，除了想赢，其他什么也没想过。一点情趣都没有，啥也不是。哎呀，5个妹子呢，哎呦，选哪个呢？双败赛分为3轮，第一天两对阵，胜者进入到胜者组，败者进入到败者组。别紧张，千万别紧张，安静下来，别紧张。哎，你们猜一下啊，是咱们的赔率高呢，还是儿子的赔率高？哎呀，干就完了啊！赌一把，来。第一轮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5CM 跟王者归来，那本场比赛有可能会成为本次提前上演的冠亚军争夺赛。Rush B， 2-3。我们看到首枪局5CM 选择了 Rush B， 但是王者归来这边是采取了3A 2B 的默认防守。B 点，回防，我马上过来。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王者归来的队员十分冷静啊，迅速做出了调整。5CM 陈宇飞打掉了对面的火拳。
是的，有点意思啊。老子可是连分析你打法的 Excel 表都做好了。这是他所有比赛的数据。谢浪，凭借队长陈宇飞的出色发挥，5CM 这边率先拿下一局，取得了经济优势。212，他们买不起枪。让谁？王者归来第2局选择了eco局，5个人里面有1个人起了一把小冲锋枪，乘胜追击。高闪。胡胡的这闪漂亮！王者归来率先拿下1个人头。唐世龙选择了绕后，这是他习惯的打法。我们看看这一次被吞了，害羞。太年轻。我到了。我来首包，你是居延。我们可以看到，撒旦已经悄悄绕到了后路。陈宇飞在这个点位已经架住他很久了，是不是听到他的脚步了？我感觉是听到了。哎，你看撒旦也是很警觉，已经开始使用颈步了。突然一下，调转了路线。对方太野了，小心点，对方很狡猾。放心，夹死了。陈宇飞不知道撒旦已经从2楼偷偷的摸到他的身后。不是吧？他是想要刀他？撒旦从2楼跳下，与陈宇飞近身肉搏，厉害！一刀毙命，2寸时间。你竟然被刀死了！这刀下去会额外多加1500的奖励。看来王者归来早就想把这局eco局的收益做到最大化。是的。枪在多拐里。胖子，人都给你。好嘞。你又要当诱，黑事儿都打不死他，啥也不是。太精彩了！本该处于劣势的王者归来队依靠这场eco局，把劣势翻成了优势，不愧是老炮。自从刚刚那局eco局啊，王者归来反过来取得了经济上的优势。没错，5CM已经开始被压着打了。有点难了。是的。终于来到了赛点，王者归来如果再拿1分，就可以拿到本场比赛的胜利。目前的形势对于5CM来说不容乐观呐。好的，现在比赛开始。稳住。好，我们看到陈宇飞中门架狙，干得漂亮。开局年迈的突破手已经倒下了，但是1枪秒了，有什么好说的？刀子被给了。别冲，别冲！如果我来只捡1枪，漂亮！不是，你打的是什么呀？我破壁了！刚才那波3人破壁，这波操作可以啊。是的，他的闪光弹时机非常预判。哎，这边撒旦也抛了一个高闪掩护队友。绑匪去闭眼了，回防。胖子，把包给我。5CM 开始回防了。陈宇飞打掉一个，漂亮，这车1叉。没想到撒旦在 A 点下包，这套战术呢属于佯攻战术。我觉得撒旦这招实在是太骚了。对，对方也确实被骗到了。是的。好，我们看到陈宇飞正在往 A 区赶啊，手上的 AWP 也是换成了M4。
目前的形势对于陈宇飞来说是相当不利。他想要拆这个包的话呢，他必须要把包点的那个土匪解决掉。是的，这个时候他不能够在原地待了，他必须马上赶过去。他们俩这个左卫简直叫秦王绕柱啊！是的，我们能看出来陈宇飞是非常的着急啊，而撒旦这边在拖延时间。你输了。恭喜王者未来队伍取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也会率先进入到胜者组。那同时掉入败者组的两支队伍将在明天进行继续的角逐，让我们拭目以待。哎，你这功力不减当年呐！那肯定，你也不看看谁爹谁儿子。哎，队长，没事儿，还有机会。都怪你，让你们狗仗。别生气了。别蔫着了，起来复盘吧。啊，对，复盘，咱之后不还有比赛呢吗？啊，是啊。对，队长，咱还没输呢。放屁！我们输的还不够难看吗？那我们就更加应该找到问题所在啊。我觉得是战术配合问题，战术没有问题，看我的数据就知道。那是因为现在所有的战术都是围绕你个人的。你什么意思啊？咱们打比赛为了什么？进职业啊！谁进职业？哎，王贼归来，新闻第一。很稀碎呀，你们！我认为今天我就应该拿 MVP。拉倒吧你，刀都快掉了，还 MVP 呢？我那场不漂亮吗？哎，我跟你们说啊，现在这时代果然是不一样，真没想到电竞能发展成这样。咱们要是晚出生10年，这微博粉丝仨绝对比那小鲜肉多。你可拉倒！搁10年前，就你那长相，你估计得掉2分。啥玩意儿？不吃。哎，你这忙活图啥呀？你要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情，可都是在打你当年的脸。哎，我觉得阿飞得气得很，万一火了呢？你们说是不是嘛？哎，只要你一句话啊，咱们哥几个放放水也不是不行。哎，你们甭劝他了，老陈现在疯了，魔怔了。不是这套，咱们还是吃火锅吧。来，是，来，当心烫啊！我怎么可能不理解他？电竞曾经也是咱们的梦啊。但是这条路太难走，太难走了。就算时代变了又怎么样？他已经19岁了，还能打几年？打不出名头怎么办？打出了名头，退役了，又能怎么办？这就是个执念，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咱干稍等，你别着急。比赛来不及了，等我赢了，请你和儿子吃好吃的啊。
电竞已经把我废了，阿飞不能走我的老路。你自己废可别怪电竞啊！我就喜欢玩游戏，我当网管当了大半辈子了，我觉得挺好的呀。你这心态不行啊，要不然队长给我得了。好，摸摸还行。咱们年轻时候那么疯，现在看看，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是你儿子，你爱咋管咋管。我认为啊，咱们现在能坐在一起，跟儿子一样的小孩一起打电竞，这就有意义，对不对？是不是？哎，行，想那些没有用的，再干一杯吧，好不好？来，我看看刚才谁口号喊错了，来，王者归来，高悬自黑。哎呀，没有一次对着咱们的，这么地吧。去找所谓理想，咱去那边。因为吵，开一扇窗就不再迷惘，用任性来伪装自不单一的慌张，忽略你所有的话是我关心的倔强。就好像我的人生建起一道围墙，你陪我义无反顾拆掉。我是不是太自私了？用骄傲来隐藏我的依赖，写在脸上，害怕你看透了我，只有这么。欢迎大家来到东隅市第1届 CTB 大赛的比赛现场，下面有请风之少年战队。漂亮！陈志平狙掉对方最后一名选手，风之少年势如破竹啊！你长得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啊，大众脸吧？陈志平这个人你认识吗？我是他舅舅。啊？那你长得也太年轻了吧？我靠！我在说什么？辈分大。哼！我当时在网吧看过他的比赛，那个时候他游戏打得又好，人长得又帅，我就是因为他才打这款游戏的。真的？我记得那个时候网吧上网才3块钱1个小时，我为了看他比赛，经常连午饭钱也搭进去了。后来他去全国各地比赛，火车票我就掏不起来。是吗？他儿子好像还是你粉丝呢。啊？那可就有意思了。我可是陈志平的粉丝啊！我那时候老是幻想，我要是可以和他在一个队伍里，可以一起出去比赛，争夺冠军就好了。可是后来他消失了，怎么找也找不到。我觉得
你比他有出息多了。我这辈子啊不，我外甥这辈子，那就是被电竞给毁了。他如果不是一心想要打电竞的话，他老婆也不会死。他儿子可能会过得更好一些吧。哦，对了，你可以帮我把这些东西交给陈志平吗？启仁哥不会生气不来了吧？哎，不能。可是迟到5分钟就取消比赛资格了。我们先上场吧，没准儿他已经在场上了。启仁哥，我去办了点事儿，
这个比赛打完再拆开。我也有事儿跟你说。我去问了组委，拿到冠军的队伍都可以进入职业战队。咱们一块儿去，一个都不能少。好了，别煽情了，赶紧上场吧。太感人了！今天将进行2轮比赛，首轮进行的是败者组的淘汰赛，第2轮的胜队将与王者归来决出本次城市精英赛最终冠军。比赛开始。团队配合实在是太完美了，陈玉飞改变了以往的生猛打法，变成了今天队伍里的工具人。虽说击杀数明显下降，但是团队协作有着明显的提升的。是的，这个改变我也觉得是非常的及时啊。是的。拿到了败者组的冠军，让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将迎来本次城市精英赛的最终决赛。快走啊！接噻，行，快接吧。喂，爸，我打进决赛了。听你炮叔说了。加油！会来看我比赛吗？城市精英赛的最终决赛，决赛队伍分别是5CM 和王者归来。之前这2支队伍已经有过一次交锋了，但是这一次的遭遇，5CM 能不能逆风翻盘呢？这不让我们拭目以待。我说今天网管不在呢，在这儿。咱主厨啊，你看，对，还真是他。到底哪个上飞真棒？哎，哎，看啥呢？没什么。想好了，这局可是生死局啊！我最后悔的事儿，就是放弃了电竞；最不后悔的事儿，就是把哥几个叫回来参加比赛。电竞真的是太好了。
来，来，来！5CM，加油！现在我们看到13打掉了火拳，撒旦也是一枪带走13。双方打得很焦灼呀。双方的比分咬得非常紧啊。对，没错，看来大家都是卯足了劲儿。掉了，掉了。6比6，双方两个队伍又打平了。是的，我记得两支队伍上次交手好像是5CM被压着打的。对，仅仅2天时间，5CM就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对，而本关王者归来，我觉得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啊。是的。15比14了，王者归来率先拿到赛点。那么这一次，王者归来能不能顺利的夺冠呢？我觉得可以。走。我们来看王者归来这边，撒旦率先跑到了位置，架好了枪，漂亮。B 点去一个。5CM 这边刘启仁中路封烟，确实啊，对面的撒旦狙啊手感非常的好。是的，撒旦的手感火热。我们来看撒旦会做出什么选择呢？好，封烟之后，撒旦果断选择了转移。看起来这独孤是要混烟啊。是的，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点运气了。让我们来看。王世龙这波一发赚了。好，我们看到撒旦在2楼这个位置也是架得死死的。对面只剩1个了，再不下波就来不及了。我去拉他，你补位。我去。反正我已经惨了，你有没有把握把他秒了？堪称完美，确实是配合非常默契。这样的话，5CM就把比赛拖入到了加时赛，一局定胜负。
20年了，兄弟们，上！这是《王者归来》，现在这是要……这是什么？五环烟？这就是传说中的五环烟？哦，看来王者归来他们拿出了压箱底的战术。撒旦打掉了14。无辜烟瘾大了，自己混自己的烟，干掉2名敌人。陈志明，你看到了吗？看到了，看到了啊！撒旦成功下了包。陈宇飞打掉一个，但是他现在的处境异常凶险，已经没有队友可以来救他了。王者归来这边剩下3名队员。我们看到，虽然王者归来已经下好了包啊，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围堵陈宇飞，毕竟优势巨大。看来他们还是想要拿下陈宇飞这个人头。距离 C4 爆炸的时间已经越来越短了，这个1v3的局面，我觉得对于陈宇飞来说是非常的困难了。我认为可以提前恭喜王者归来队伍夺冠了。Alex， 你觉得呢？不一定吧？为什么？虎父无犬子。冲出去了！他成功了！不过好像最后拆包的时间来不及了。来得及吗？来得及吗？恭喜5CM获得本次城市精英赛的冠军奖杯！恭喜5CM夺冠！太棒了！别说啊，这都一大把年纪了，没想到还能来这么一回。刘三像做梦一样，这幕真不想写。这大侄子最后这一把打得不错呀。当然，你也不看看他是谁儿子。走，吃火锅去。走走。接下来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有请 A 为我们的5CM颁发冠军奖杯。恭喜你，谢谢，恭喜！终于拿到了，拿到了，拿到了！加个油吧！却没有时间用来
让我摸。嚯，还真挺沉的呀，这个。嗯，上面有咱们的名字吗？这儿呢。阿飞，看看我给你的东西。哎。哼，这战队里的名字不是我胖叔吗？嗯，啊。陈，我已经查过当年的报纸了，这个人叫陈志平。爸，你回来了。回来了。这阿飞5人战队全被签了。对。边境有任何偏见，